出大事了！中国彻底乱套了，多地发生工人罢工造反事件，中国政府和企业狼狈为奸，共同压迫中国民众，导致民怨沸腾，工人罢工抗议。这里是护心木 TV， 我是小星，请支持我的朋友帮我点赞，并按下热推按钮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详细报道。中国这片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土地，如今正被一股愤怒的浪潮席卷。2025年4月，全国多地爆发工人罢工抗议事件，从云南昆明到湖北武汉，从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州，再到广东深圳，员工用敲击铁盆的铿锵声，用愤怒的呐喊，向无良企业和冷漠政府讨要他们应得的血汗钱。这些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中国与国际脱钩、经济下行、资本疯狂压榨工人权益的必然结果。中国政府鼓吹的民族品牌与经济奇迹，在底层劳动者的泪水与怒火中，早已撕下了伪善的面具，露出赤裸裸的剥削本质。2025年4月，中国的劳资矛盾如火山喷发，接连不断的罢工事件震慑人心。以下是近期几起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。4月10日，云南昆明绿地房地产公司总部内，被拖欠工资的员工敲击铁盆，发出震耳欲聋的抗议声。他们被拖欠工资长达数月，生活陷入绝境。这些人日夜为公司挥洒汗水，盖起了一座座高楼，却连基本的工资都拿不到。绿地房地产这家标榜民族品牌的企业，却让员工用血汗换来的报酬化为泡影。然而，绿地公司不仅无视诉求，还试图通过封锁消息掩盖真相。同日，湖北武汉黄陂区辰龙电子厂的数百名女工走上街头，发起罢工，要求补发拖欠长达6个月的工资和2年未缴的社保。这些女工每天在流水线上重复枯燥的工作，忍受低薪与高压，却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被剥夺。据工人透露，辰龙电子早已将拖欠工资视为常态，工人们多次向黄陂区政府投诉，却如石沉大海。4月10日，女工们从工厂游行至区政府，期望得到公正回应。然而，迎接他们的不是解决方案，而是警察的暴力驱散。现场视频显示，部分女工被警察殴打，血泪交织的场景令人心碎。辰龙电子成立于2004年，主营电子产品制造，表面光鲜，却在2024年7月就因类似问题引发过罢工。如今，问题非但未解决，反而愈演愈烈。4月9日至10日，福建福清祥兴箱包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因被拖欠8个月工资，连续2天罢工。8个月，这些工人每天在生产线挥汗如雨，换来的却是空头支票。祥兴集团号称行业领先，却将工人的血汗钱据为己有。工人们走上街头，高喊“还我工资，还我尊严”。然而，公司置若罔闻，地方政府也未采取有效措施。工人的愤怒如火山喷发，却被冷漠的资本与官僚体系无情压制。4月7日至8日，浙江温州盛世基车业有限公司的工人因工资拖欠，连续2天罢工。这家企业以生产机车零件为名，实则将工人当作廉价机器。工人们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，却连应得的工资都拿不到。公司不仅拖欠工资，还通过降级、调岗等手段进一步压榨工人。罢工期间，工人拉起横幅，控诉公司的无耻行径，但公司依然以资金困难为由搪塞，毫无诚意解决问题。4月7日，广东深圳宝安区新桥街道中建4局鸿荣园嘉裕未来花园项目的建筑工人因工资拖欠发起罢工。这些工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，建设着城市的未来，却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。中建4局作为国有企业，表面上承载着国家重托，背地里却拖欠工人工资，让他们陷入绝境。工人们聚集在工地，敲响铁桶，喊出心底的愤怒，但迎接他们的只有警察的封锁与驱散。这些事件并非孤立，而是中国劳工权益长期被践踏的缩影。
据中国劳工通讯2024年数据，全国范围内劳资纠纷事件已激增至719起，同比增长3.3%，其中工资拖欠问题占155起，占比超过20%。而2025年仅4月的前10天，全国已爆发数十起罢工，涉及建筑、电子、箱包、机械等多个行业。工人们的怒火正如燎原之火，席卷全国。为何罢工会接连爆发？答案在于中国近年与国际社会的脱钩，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恶果。过去，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，外企为工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福利。然而，随着中国政府在外交贸易上的强硬姿态，西方国家加速撤资，苹果、富士康等巨头纷纷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、印度等地。据中国商务部数据，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8.2%，创近年新低。外资的撤离不仅带走就业机会，还让大量工人被迫转投中资企业，而这些企业往往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。中资企业的真实面目令人触目惊心，他们打着民族品牌的旗号，实则将工人视为牛马，肆意压榨。工人们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，却拿不到应得的加班费，工资拖欠数月甚至半年，社保缴纳形同虚设。企业还通过频繁调岗、降级、削减绩效工资等手段，进一步榨取工人的血汗。以湖北辰龙电子为例，工人反映，公司不仅拖欠工资，还取消了仅有的30元月度补贴。这点微薄的福利对工人而言是尊严的象征，却被企业无情剥夺。类似的情况在福建祥兴、浙江盛世机车业等地反复上演，企业用尽手段压低成本，工人却成为最大的牺牲品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种压榨并非企业单方面的恶行，而是中国专制经济模式的产物。在这一模式下，政府与企业形成共生关系，共同压迫工人。政府为企业提供税收减免、低息贷款等政策红利，换取经济增长数据，而企业则利用政府的庇护，无视劳动法，肆意剥削工人。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2023年报告，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高达48小时，远超国际标准，而加班费支付率仅为62%。这种高强度、低回报的劳动环境，正是中国政府与资本勾结的恶果。中国企业常以民族品牌自居，标榜自己为国家崛起而奋斗。然而，事实却恰恰相反，这些企业正是压榨劳动者的先锋。以云南绿地房地产为例，这家企业享受政府巨额补贴，却拖欠建筑工人工资，让他们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。湖北辰龙电子、福建祥兴箱包、浙江盛世机车业等企业同样如此，他们在宣传中高谈社会责任，背地里却将工人推向绝境。这些企业的伪善还体现在对工人尊严的践踏上。工人们不仅要忍受低薪和超长工时，还要面对随意调岗、降级等羞辱性管理手段。在深圳中建4局项目中，工人反映，公司以优化管理为由，将老员工降级为临时工，工资直接腰斩。更有甚者，企业通过取消微薄福利，如生日补贴、节日礼品，进一步打击工人士气。这些做法无异于告诉工人，你们只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，毫无价值可言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当工人奋起抗争时，企业非但不反思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湖北辰龙电子的女工们只是要求补发工资，却遭到警察殴打。昆明绿地的工人敲响铁盆，换来的却是冷漠与封锁。企业与地方政府沆瀣一气，通过暴力镇压与信息管控，试图将工人的呼声彻底扼杀。这种行径哪里还有半点民族品牌的荣光？不过是资本与权力的丑陋合谋。在中国，工人的维权之路步步惊心。表面上，中国劳动法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权益，但实际上，这部法律形同虚设。地方政府为了维稳，往往站在企业一边，动用警察、城管等力量镇压抗议者。
以湖北辰龙电子罢工为例，女工们游行至区政府寻求帮助，却被警察暴力驱散，部分工人甚至被拘留。类似场景在福建福清、浙江温州等地反复上演，抗议现场被封锁，相关视频和报道迅速被网络审查机制删除。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，2023年全国有342起劳工行动演变为罢工，同比增长120%，但超过80%的抗议被地方政府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镇压。工人不仅要面对企业的剥削，还要承受政府的铁拳。公安拘留、行政处罚，甚至暴力殴打，成为工人维权的常态代价。在这种高压环境下，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，他们的愤怒被压制，呼声被扼杀，尊严被践踏。更可悲的是，中国缺乏独立的工会组织。唯一的合法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受共产党直接控制，往往在劳资纠纷中偏袒企业，而非为工人发声。以2023年浙江嘉兴光悦服装厂罢工为例，工会不仅未支持工人要求涨薪的诉求，反而劝说工人复工，彻底背叛了工人的利益。在这样的体制下，工人如同被困在无形的牢笼，既无法反抗企业的压迫，也无法得到政府的公正对待。这些罢工事件绝非偶然，而是中国专制经济模式的缩影。在这一模式下，政府与企业共谋，工人成为最大的牺牲品。政府为了经济增长，不惜牺牲劳工权益，为企业提供政策庇护；企业则利用这种特权，肆意压榨工人，逃避法律责任。这种共生关系导致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低工资、高强度劳动、拖欠工资等问题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仅为4500元，而生活成本却持续攀升，远超工人承受能力。同时，企业拖欠工资的现象愈发普遍。2024年全国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的工资拖欠案件高达12.3万件，涉及金额超过200亿元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无数工人家庭的绝望与泪水。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，中国劳工法的执行形同虚设。法律规定，企业需支付加班费，按时缴纳社保，但现实中，这些条款往往被企业公然违反，而地方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在深圳中建4局项目中，工人反映，公司不仅拖欠工资，还拒绝缴纳足额社保，导致工人受伤后无处求偿。类似的情况在辰龙电子、祥兴箱包等企业中比比皆是，企业违法成本极低，工人维权成本却高得离谱。这种体制性缺陷让工人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，他们被企业压榨，被政府镇压，连最基本的申诉权利都被剥夺。罢工成为他们最后的反抗方式，但即使如此，他们的怒吼往往被迅速扑灭，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屈辱与无奈。2025年4月的罢工浪潮只是开始，更多的抗议正在酝酿。据网络消息，四川成都、江苏苏州等多地工厂的工人也在因工资拖欠蠢蠢欲动。云南绿地、湖北辰龙电子等事件已点燃了全国工人的怒火。若政府与企业继续无视问题，这股怒潮必将席卷更多城市。这些抗议不仅是工人对企业的控诉，更是对整个体制的挑战。在中国政府高调宣扬共同富裕的今天，工人却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，这种巨大的反差正在撕裂社会信任。国际社会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此，西方媒体已多次报道中国劳工抗议事件，质疑中国所谓经济奇迹的真实性。若问题持续恶化，不仅会动摇中国经济的根基，还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。中国这片曾以勤劳人民自豪的土地，如今却被资本与权力的铁蹄践踏。云南昆明的铁盆声，湖北武汉女工的血泪，福建福清的绝望呐喊，浙江温州与深圳的愤怒抗争，无不诉说着同一个真相：中国工人的血汗正在被无良企业和冷漠政府榨干。这些罢工事件揭露了中国专制经济模式的丑陋本质：政府与企业勾结，工人被当作牛马，法律形同虚设，维权之路血迹斑斑。
所谓的民族品牌，不过是资本压榨工人的遮羞布；所谓的经济奇迹，不过是建立在工人泪水之上的空中楼阁。中国工人的悲剧是专制体制下人性的扭曲，也是对每一个关注公平正义之人的警醒。今天，他们为30元的补贴抗争，为拖欠的工资呐喊；明天，他们的怒火可能点燃更大的变革。谁来为这些工人撑腰？是时候让世界听见他们的声音，让正义刺破这黑暗的牢笼。